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深入聊一个话题，一个可能很多人都在琢磨的事儿，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学习中文到底怎么样，值不值得？我们看了一些分析资料，这些资料就探讨了为什么说现在学中文可能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选择。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帮你梳理一下，抓住这里面最核心的一些信息，看看学中文具体能给你带来哪些实在的好处。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资料主要揭示了哪些关键点呢？为什么说现在是学习中文的好时机？我看资料里提到的第一点，也是最直观的，就是说中文的人数。对，这个数字确实很惊人。普通话是吧？作为母语的人口超过14亿。是的，全球差不多有14亿人，这比英语母语的人口要多很多，多得多。这差不多占了全球人口的将近16%。对，大约是这个比例。哇，这个数字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但关键是，这个庞大的数字对我们，或者说对你，具体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数字背后，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巨大的经济连接的潜力，这个是资料里反复强调的一点。你看，中国现在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对吧？对，没错。2024年的 GDP 我们看到的数据大概是18.3万亿美元，而且呢，它在很多关键领域，比如说技术、制造，还有像现在很热的新能源，都是全球领先或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资料就分析说，如果你掌握了中文，这对于想进入中国市场或者想在中国拓展业务的专业人士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敲门砖或者说资产。敲门砖这个形容很到位，能具体说说吗？比如说哪些行业或者哪些公司会特别看重这个？比如说资料里就提到了一些例子，像国内的科技巨头华为、阿里巴巴，对吧？还有即便是跨国公司，比如特斯拉，它在中国的业务非常大。对，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很有名。是的，这些公司他们都在积极地寻找那些能够流利使用中文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市场人才。而且不光是给别人打工，对于想自己创业的人来说，如果你懂中文，你就可以直接和中国的合作伙伴或者供应商进行谈判沟通。对，这点很重要。对，这样就能避免很多因为依赖翻译可能产生的误解，还有时间成本、金钱成本。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竞争优势。直接沟通的力量。对，而且在一些特定的领域，比如说古籍贸易、做供应链管理的，或者从事外交工作的，中文能力毫无疑问能让你在众多竞争者中更容易脱颖而出。明白了，所以这个经济上的驱动力是非常现实的。非常现实。好，那我们聊完了经济，学习一门语言，它的魅力肯定不止这些，是吧？资料里面我注意到也花了不少篇幅谈文化。对，没错，文化这个层面吸引力也非常大。毕竟中文背后承载着是至少5000年的非常灿烂的文明。5000年，这个时间跨度太大了。是的，你想想看，如果你能直接阅读，比如说孔子、老子这些古代哲学家的著作，感受他们思想的原味儿。不用通过翻译。对，不通过翻译，或者你能更深入地理解一部中国电影，它里面的一些文化背景、一些梗，或者听懂一首中文歌词里面更深层的含义，这种体验本身就是非常独特，而且很吸引人的。我完全同意。而且好像汉字本身也特别有意思。对，汉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点。汉字本身它不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很多时候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比如说书法书法艺术。对，而且很多汉字它的构造、它的演变背后都有故事。资料里举了个例子，像和这个字，和平的和。对，和平的和，和谐的和。它这个字形一个和庄稼加一个口嘴巴，就蕴含了这种人人有饭吃，大家和谐相处的一种文化价值观在里面。一个字就能看到一种文化理念。是的，非常有意思。刚才我们提到了汉字还有发音，我记得资料里好像还提到了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的角度，就是学习中文对我们大脑本身的影响。这个是怎么说的？对，这个发现特别值得关注。就是
学习中文，尤其是它的声调系统，对大脑功能可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中文是一种声调语言，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知道，就是说同一个音节，它的声调就是那个调调不一样，意思就可能完全不同。对，经典的例子就是妈、麻、马、马。没错，妈是妈妈，麻是麻，马是马，马是骂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学习中文的过程，你需要非常精细的去辨别和发出这些不同的声调。有研究资料引用了像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大概是2019年的一个研究成果。就发现长期进行这种声调语言的学习和使用，能够有效地锻炼你的听觉辨别能力，听力会变好。可以这么理解，至少是对声音音高变化的敏感度会提高。而且研究还暗示，这可能增强大脑处理复杂听觉信息的能力，甚至对提升神经可塑性和记忆力都有帮助。哇，这听起来有点像大脑的健身操啊！哈哈，可以这么说。而且还不止听觉方面，你想想汉字，对，汉字几千个，形态各异。是的，几千个常用汉字，结构非常复杂，而且不是字母拼合，很多是图形化的。学习识别、记忆还有书写这些复杂的汉字，这个过程被认为能够强化大脑的视觉空间处理能力和模式识别能力。模式识别，对，就是快速抓住一个复杂图形的关键特征，把它跟其他的区分开。这对于逻辑思维甚至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可能有潜在的好处。这个角度确实很新颖。所以学中文不光是学语言、学文化，还能顺便锻炼一下大脑。对，算是一个额外的但挺重要的收获。好，那我们把目光再放远一点，从更宏观的，比如说未来的发展趋势，还有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来看呢，资料在这方面是怎么分析的？这方面资料也谈了很多，核心观点就是中国的全球角色现在是日益重要，而且未来可能更加显著。无论是在像联合国这样的多边国际组织里，还是通过他倡导的一些大型国际合作项目，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在提升，所以资料认为，如果你掌握了中文，就能更直接、更细致地去理解中国的政策、它的官方表述以及它看问题的视角，而不是总依赖二手信息或者翻译。没错，因为翻译过程中，很多时候一些细微的差别、一些语气的 nuances 很难完全传递。直接阅读原文能获得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这对于做研究或者做决策的人来说，应该挺重要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科技领域，这一点资料也特别强调了。中国现在在很多前沿科技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 AI、5G 通信、绿色能源技术，投入非常巨大，发展也很快。对，诞生了不少全球知名的公司。是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华为，还有像字节跳动，就是抖音的母公司，还有做无人机的大疆创新 DJI， 这些都是全球性的科技公司。对于在这些领域工作或者做相关研究的人来说，能够直接阅读中文的研究报告、技术文档、政策文件，价值就非常大了。能接触到第一手信息。对，第一手信息。而且中国的科研产出量现在非常惊人，有数据显示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超过70万篇。虽然很多有英文版，但也有大量重要的信息可能首先或者直译中文形式出现。懂中文就意味着你能更早、更全面地接触到这些前沿知识。这个信息获取的优势很明显。是的，所以综合来看，学习中文它不仅仅是关于抓住现在的机会，更像是一种对未来的布局和投资。布局未来。对，就像资料里提到的，世界经济论坛有预测，说到2030年，亚洲可能会贡献全球 GDP 的1半左右。1半？这么多？是的，预测是这样。而中国无疑是亚洲经济的核心引擎之一，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掌握中文这项技能，它的价值在未来几十年很可能会持续存在，甚至可能越来越重要。我明白了，这确实是一种具有战略眼光的考虑。可以这么说，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技能储备。储备未来技能。好，那我们聊了经济、文化、认知、未来，最后我们还是回到
更个人化的层面吧。学习语言最终还是要落到人与人的连接和个人体验上，是吧？对，没错，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而且可能是很多人学习语言最直接的动力。资料里也提到了，比如说你去中国旅行，对，如果你会说中文，哪怕只是一些基本的，你的旅行体验绝对会大大升级。那是肯定的。你可以更自由地探索，可以和当地人有更多互动。想象一下，你不是只能跟着导游去那些游客扎堆的地方，而是能自己，比如说在北京的某个胡同里，找到一家看起来很地道的小馆子。然后你能用中文，虽然可能不太流利，但能成功的点一碗热腾腾的，比如说四川担担面或者北京炸酱面啊，听着就饿了。哈哈哈。然后你还能跟老板或者邻桌的本地人简单聊几句，问问这面怎么吃最地道什么的。这种体验带来的满足感和融入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这种深入当地生活的体验是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很难得到的。语言确实就是那座桥梁，它不仅让旅行更方便、更有趣，更重要的是，它能帮你建立更深层次的个人联系。人际联机。是的。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学习中文能帮你结交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同事，甚至可能遇到未来的伴侣。而且，当你能理解对方语言里的一些独特的表达方式，一些文化特有的 nuances， 像资料里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吃醋的例子。对，吃醋，字面意思是 eat vinegar， 但实际上是表达嫉妒，尤其是爱情里的那种小嫉妒。这个表达很有画面感。是的。当你能理解并恰当地使用这些表达时，就能更快地拉近距离，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也能有效地减少因为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隔阂或者误会。让沟通更顺畅，也更有人情味儿。对，就是这样。好，我们聊了这么多学习中文的好处，从宏观到微观，但我们也不能回避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学中文它确实有难度，是吧？对，这一点我们也要客观承认，学习任意一门语言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中文尤其有它独特的挑战。主要是哪些方面呢？我看大家普遍反映的是声调和汉字。没错。声调我们前面提到了，对于母语不是声调语言的人来说，掌握起来需要花功夫去听、去练。对，4个声调，还有情声。是的，然后就是汉字，几千个字，需要一个一个去记、去写。这对很多习惯了字母文字的学习者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需要耐心和毅力。看着就挺复杂的。是有点复杂，但是呢，这里也有好消息。是什么？就是和过去相比，现在学习中文的资源和工具要丰富太多了，也方便太多了。这倒是真的。你看，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学习 App， 比如多Lingo 这些，他们把学习过程游戏化，让你更容易坚持。还有像 Playcode 这样的电子词典。对 Playcode 这种简直是学中文的神器，查词、认字、练发音都非常方便。还有大量的 online 课程、真人辅导、语言交换伙伴，学习的途径非常多。技术确实让学习门槛降低了不少。是的，所以虽然有难度，但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感觉无从下手。关键还是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就是坚持。坚持最重要。对，而且资料也提到一些研究或者说普遍的观察，就是只要方法得当，并且能够保证一定的练习时间，比如说可能不需要特别多，每天坚持投入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大多数学习者在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里，是完全可以达到一个不错的能够进行日常交流的绘画水平的。2年达到日常交流水平，这个听起来还是挺有希望的。是的，并非遥不可及。好的。那这么总体看下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点，确实勾勒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图景。就说在当前这个时代背景下，学习中文，它远远不只是多掌握一门外语那么简单。对，它更像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投入或者说投资。可以这么理解，一项对未来的投资。是的，它为你打开的不仅仅是一扇通往拥有10几亿人口的社群的门，更是一扇通往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魅力的文化，一个充满经济活力和未来机遇的世界的大门。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它还能促进你的认知发展，给你带来新的思维方式。总结得很好，确实如此。学习中文，它把经济机遇、文化探索、认知提升，
还有对未来的洞察，都连接在了一起。那么，在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理由之后，也许可以留给你，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思考。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些普遍的价值之外，对你个人来说，独一无二的你，学习中文可能会开启的那个最让你感到兴奋、最让你心动的独特机会，或者是一种特别的体验，会是什么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请订阅、点赞并与朋友分享。